与神对话是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Neil Donald Walsh 所著的一系列书籍，他声称是通过自己的对话与上帝获得的智慧和洞见。以下是一些与神对话系列书籍中的重点主题：爱与宽恕。与神对话强调了爱与宽恕的重要性，它表达了上帝是纯爱的存在，我们应该在生活中以爱为基础，并学会宽恕自己和他人的过错。人类的本质。书中描述了人类的本质是神性的表现，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创造力。它鼓励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神圣本质，并运用它来创造积极和有意义的生活。生命的目的。与神对话探讨了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他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经历和学习，通过人类的经历来追求个体和整体的进步。自由意志。书籍中提到，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的权利，我们有能力自主选择自己的行动和道路。他提醒人们要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权，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与神对话呼吁人们在精神和物质层面寻求平衡，尽管物质世界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书籍强调了发展内心灵性和寻求精神满足的重要性。关于宗教的观点。与神对话对宗教抱有开放的态度，并认为宗教是人们追求与上帝联系的一种途径。然而，他也指出宗教经常限制了人们对神性的理解和体验。感激与喜悦。书籍中强调了感激和喜悦的力量，他鼓励人们珍惜并感谢每个当下的经历，并以喜悦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挑战。需要注意的是，与神对话系列书籍是基于作者与上帝的个人对话和解读，因此观点和理念可能因个人信仰和观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重点主题提供了一种看待人生和宇宙的哲学观点，但读者可以自行评估和探索其与自身信仰的共鸣。与神对话中对于爱与宽恕的描述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以下是对这两个主题的详细描述。爱。与神对话指出，爱是宇宙的本质和基础力量。上帝被描述为无条件的爱，而我们作为人类也具有相同的神性。书中强调，爱不是一种情感或情绪，而是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无私表达。爱是生命的动力，它能够创造、治愈和连接人们。通过以爱为基础生活，我们能够实现与自己、他人和整个宇宙的和谐关系。宽恕。宽恕被描述为一个解放和治愈的过程。与神对话提倡宽恕自己和他人的过错，因为宽恕能够消除愤怒、恨意和仇恨，使我们从过去的伤害中解脱出来。它并不意味着接受或忘记他人的错误，而是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以便我们可以过上更有意义和自由的生活。宽恕是一种内心的选择和力量，它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并创造和谐的关系。爱与宽恕的实践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它们能够促进内在的成长和幸福感，并为我们周围的人和社区创造和平与团结。通过以爱为准则，我们能够培养同理心、慈悲和宽容，使我们的行为更加有益于自身和他人。同时，宽恕的实践可以减少冲突、痛苦和分离感，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奠定基础。总而言之，与神对话认为爱与宽恕是人类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和实践。它们不仅能够改变个人的生活，也能够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与神对话中关于人类本质的描述强调了人类与神性的紧密联系。以下是对这个主题的详细描述。神性本质。与神对话认为每个人都是神性的表达，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部分。人类本质上是纯净的、完整的和无限的，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创造力，能够创造积极和有意义的生活。内在的智慧。书中指出，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它是与上帝的联系和智慧的源泉。这种内在的智慧超越了我们的思维和理解能力，它能够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寻找真相和意义。经历和学习。人类的存在被视为经历和学习的过程。与神对话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经历各种情况和挑战，通过这些经历来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神性。每个经历都被视为一种学习机会，帮助我们成长、进步和展开更深层次的意识。创造力。书籍中强调了人类的创造力。作为神性的表达，我们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能够创造新的现实和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创造力不仅体现在艺术和创新方面，还包括我们对自己生活的选择和塑造。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与神对话强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紧密关系。每个人都是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的行动和意识形成了整个宇宙的共同体验。这种联系提醒我们要关心和尊重他人，以及与他人合作和协作，共同实现和谐和平衡。综上所述，与神对话认为人类本质是神性的表达，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潜力、创造力和内在智慧。通过经历和学习，我们能够发展自己的神性，并通过创造力和与他人的关系来塑造积极而有意义的生活。与神对话中对于生命的目的的描述涉及以下方面的详细说明。学习和经验。与神对话认为，人类存在的目的之一是通过经历和学习来实现个体和整体的进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遇到各种情况和挑战，这些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成长和学习的机会。通过经历，我们能够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发展智慧和意识，并追求更高的自我实现、自我发现和实现。书中指出，生命的目的还包括自我发现和实现。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兴趣和激情，这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通过了解自己的真实本质，我们能够找到内心的喜悦和满足，并将自己的天赋和激情应用于创造有意义的事物、贡献和服务。与神对话强调了贡献和服务的重要性。生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他人和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帮助他人和改善世界。通过奉献自己的时间、能力和资源，我们能够体现出与他人的连接和关爱，并在共同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爱与关系。书籍中提到，生命的目的也包括建立和培养有意义的关系，并体验和分享爱。爱是生命的基本力量，我们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连接，并表达出无条件的关爱和接纳。通过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我们能够共同成长，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带来喜悦和幸福。发展意识和灵性。与神对话认为，生命的目的还涉及发展意识和灵性。通过寻求内心的成长和提高意识的水平，我们能够超越物质层面，与更高的真理和智慧相连。这种意识的提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他人和宇宙的本质，以更有意义的方式生活。综上所述，与神对话认为生命的目的包括学习和经验、自我发现和实现、贡献和服务、爱与关系以及发展意识和灵性。通过这些方面的实践和体验，我们能够实现个体和整体的进步，创造有意义和充实的生活。与神对话中关于自由意志的描述强调了人类被赋予的选择和决策的权利。以下是对这个主题的详细描述。自主选择。与神对话认为人类拥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即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行动、选择和方向。这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性。我们的决策不受外界强制或命运的绝对束缚。责任和后果。自由意志带来了责任和后果。我们的选择和行为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和影响。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与神对话提倡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选择权，并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的影响。内心指导。自由意志不仅是外部选择的权利，也是内心指导的力量。与神对话强调每个人内在的智慧和直觉，这些可以作为决策的指引。通过深入内心，我们可以听取内在的声音，以智慧和灵性为指引，做出明智的选择。真实自我。自由意志也与真实自我的表达相关联。我们的自由意志使我们能够追求自己内心真正的欲望、价值观和目标。它鼓励我们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激情、目标和真正的目的，而不是受限于他人的期望或社会的压力。同时存在的选择。与神对话提出，即使在面对特定情况或限制时，我们仍然拥有许多选择。即使我们不能改变一些外部因素，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自己的反应、态度和行为。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性和机会，并在各种情况下保持自由意志的力量。综上所述，与神对话认为自由意志是人类被赋予的选择和决策的权利，它使我们能够自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动、价值观和方向。然而，自由意志也带来了责任和后果，需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选择权，并以智慧和真实性来做出明智的决策。与神对话中关于精神与物质平衡的描述强调了在人类生活中维持内在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平衡。以下是对这个主题的详细描述。内在的精神。与神对话认为人类具有内在的精神层面，它是我们与上帝和宇宙的连接。这个精神层面涉及意识、意义、灵性和价值观等方面。它是超越物质和感官经验的，具有更深层次的存在和智慧。外在的物质。与内在的精神相对应的是外在的物质层面，它包括物质财富、物理世界的需求和物质的追求。物质层面提供了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实现目标和创造舒适生活的手段。平衡与整合。与神对话强调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平衡与整合的重要性。这不是排斥或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持和共生的关系。维持精神和物质的平衡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内在的满足感、意义和和谐，同时也在物质层面上享受生活的舒适和丰富。灵性的指导。在追求精神与物质平衡的过程中，灵性的指导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培养灵性意识和连接，我们能够以智慧和意识为指引，决定我们如何在物质层面上行动。灵性的指导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价值观和意义的清晰，
避免陷入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的陷阱。意识的转变，精神与物质平衡的实现需要意识的转变，这涉及对自己内在需求的认知，对物质世界的审视和对真实幸福的重新定义。通过意识的转变，我们能够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失去对精神层面的关注，找到内在的满足感和更高层次的意义。综上所述，与神对话认为精神与物质平衡是人类生活中的关键。通过平衡内在的精神层面与外在的物质需求，我们能够实现内心的满足和外在世界的舒适与丰富。这需要灵性的指导和意识的转变，以保持价值观和意义的清晰，并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失去内在的连接和满足。与神对话中关于宗教的观点涉及以下方面的详细描述：宗教的多样性。与神对话认可宗教的多样性，尊重各种宗教信仰和传统。他指出，不同的宗教都是试图回答关于神、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的努力。每个宗教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智慧。内在的灵性，书中强调了内在的灵性的重要性。他指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直接与内在的神性连接，建立个人的灵性经验和关系。这种内在的灵性可以超越特定的宗教教条和仪式，使人们更加接近自己的神性本质。相互尊重和包容。与神对话提倡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包容。他强调了宗教间的共同点和普遍的道德原则，以及宗教自由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并应尊重他人的信仰和宗教观点。宗教的限制，书籍中也指出了宗教的一些限制。他警告人们，不要陷入狭隘的宗教观念和教条主义，而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灵活的思维。宗教应该是一种帮助人们寻求真理和意义的工具，而不是成为分裂、歧视或剥夺自由的原因。直接与神对话。与神对话强调每个人都有能力直接与神对话，不需要依赖于特定的宗教中介。他鼓励个体通过沉思、冥想和内心的对话，与神性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这种直接的与神对话可以帮助人们寻找真理，获得指导和灵感。综上所述，与神对话对宗教持有一种包容、尊重和开放的观点。他认可宗教的多样性，强调内在的灵性和个体与神性的直接连接。他提倡相互尊重和包容，并警示宗教的限制。最重要的是，他鼓励每个人通过直接与神对话来寻求真理和意义。与神对话中关于感激与喜悦的描述强调了这两个情绪的重要性和积极影响。以下是对这个主题的详细描述。感激的力量。与神对话认为感激是一种强大的情绪和心态。感激意味着珍视和感谢生活中的各种经历、人际关系和资源。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和观念，使我们更加积极、乐观和满足。感激的实践。书中提供了一些实践感激的方法，这包括每天写下几个感激的事物、经历或人，以及培养对生活中小事物的感激之心。这些实践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感激的心态，并增强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喜悦的体验。与神对话鼓励人们追求喜悦的体验。喜悦是一种高度的快乐和满足感，它来源于内心的愉悦和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连接。通过追求自己的激情、兴趣和喜欢的活动，我们可以培养喜悦，并为自己创造更多快乐的时刻。积极心态。
感激和喜悦可以帮助塑造积极的心态，它们使我们更加关注积极的方面，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和机会。积极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挑战，克服困难，并更好地享受生活的各个方面。传递感激和喜悦。与神对话提倡将感激和喜悦传递给他人，通过分享自己的感激之情和喜悦的体验，我们可以激励和感染他人，共同创造积极的环境和关系。综上所述，与神对话认为感激和喜悦是重要的情绪和心态。感激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和观念，培养满足和幸福感。喜悦则是一种高度的快乐和满足感，通过追求自己的激情和喜欢的事物来实现。这些情绪和心态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心态，并与他人分享积极的影响。